第二天一早，慧英到码头没赶船，却又找到明宇，撒谎说睡过头，错过了早船，还说今晚有最后一趟可以回。其实他只想多陪明宇几小时，等到一起回城，明宇当然明白他的心思，于是两人在湛蓝海边玩得不亦乐乎，还一块堆起了沙堡。他们要是能在真实生活中也互相扶持，共同住家多好。慧英提到自己换心的事，明宇替他高兴，他能幸福生活。他特别感激那位心脏捐献者，但他不知道的是信息出错了，谁知那捐心的正是明宇妻子。二人无意间走到一块墓碑前，上面刻着对不起，我爱你，无疑是活人对逝者心里话。一瞬间，明宇想起了他那已故的妻子，连最后一次的告别都没能见上，深深的愧疚让他无法释怀。他曾以为除了妻子，他再也不会对别人动心，遇到慧英前，他才又感到心动与爱意。他非常感激遇见了慧英，然而慧英却觉得他们相遇不该，这种爱情太凄凉，令他受伤。慧英真心希望他能觅得幸福，一时分不清是慧英在说，还是妻子心里想对明宇的话。明宇紧抱慧英，嘴里说能遇到他，他就很知足。巧的是，明宇正好打电话给泰丰，说他跟慧英在一起。真雅在一旁听得糊里糊涂，泰丰却帮明宇保密，告诉真雅明宇回公司了。但精明的真雅不是那么容易糊弄，他在码头问船夫慧英有没有来，回答不只确认慧英在岛上，还说明宇也在那儿过了夜。更巧的是，他在明宇包里找到了他俩山上的合照，头脑里不断浮现明宇和慧英不合时宜的情景，且泰丰透露了明宇在岛上的情况。这时候藏在另一间的真雅更确信明宇跟慧英在一起了，他震惊得目瞪口呆，简直不敢信他的耳。慧英走前说要送明宇东西，嘱咐他闭眼，然后亲了他。慧英接着自个儿坐船回家，火冒三丈的真雅码头等着，追问慧英怎不和明宇同行，是不是做了见不得人的。他的话语酸溜溜的，还嫉妒。程仔在边上制止了任性的真雅，真雅竟然问慧英他和明宇是不是喜欢对方。慧英犹豫没回，却被真雅猛地打了一巴掌。程仔忍不住制止真雅在干啥，多年的好友情谊就此断了。真雅说他再也不把慧英当朋友，也不会信任任何人了。更过分的是，真雅诋毁慧英和明宇在岛上有过不正当关系，结果他挨了程仔一个响亮耳光。真雅势必要将既是闺蜜也是准嫂子的慧英一切丑事告知父母，要让父母看清慧英的丑恶嘴脸。哥哥程仔却劝真雅不要小题大做，程仔早就知道慧英跟明宇彼此喜欢的事情，他根本不介意慧英的欺骗和背叛。程仔叫真雅别胡搅蛮缠，别把事搞大了，他能装作这事儿压根就没发生过。程仔的宽容通常能解决多数问题，但对于感情就不行了。真雅一气之下可不这样想，他无法接受慧英的背叛，更何况对象还是心上人明宇，他绝不会就此罢休，不告诉父母真相也不会宽恕他们。慧英意识到自己和明宇在岛上过夜伤害了真雅，因此想亲自道歉修复姐妹关系。真雅实在接受不了慧英做的事，明明知道慧英心里有明宇，还故意抢走明宇，不顾真雅感受。真雅心里满是怒火，嘴上骂慧英放荡不羁，结果程仔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这让他俩的关系更加冰冻。程仔对慧英夜不归宿也不怪责，反而耐心劝慧英休息去。程仔在楼下收拾行李时，明宇慢慢靠近他说对不起，却挨了程仔一拳正中脸。程仔打他不是因为他无耻的喜欢慧英，而是因为慧英没按时吃药，对他的心脏和健康都不好。其实明宇心里也有苦衷，他原本让慧英坐最早的船回，但慧英撒谎说睡过头错过了，明宇只得忍着这口气。从此程仔禁止他们见面。程仔在车上聊到真雅，问慧英他和明宇是不是相互有意思，他希望慧英说不是，哪怕是假的，程仔也乐意信他。可慧英心里实在说不出那谎，毕竟他确实对明宇有感情。真雅第二天叫慧英跟程仔断了，他受不了好友背后捅刀还嫁给哥哥，就让慧英自己走人，跟谁想在一起就在一起。真雅收到慧英的歉意，真雅气愤不已，回想起来，从前慧英总是把好东西都让给他，现在却反手夺走了他钟爱的男人。真雅无法容忍慧英这种背叛，慧英知道自己伤透了大家的心，因此带着伤心向程仔提了分手。程仔纳闷，觉得就为这事儿要分手。然而慧英实在没脸再跟他在一块儿，还提到岛上早班船有位置，但他没选坐，这都是慧英自己闯的祸。他不应该偏心明宇，忽略程仔，他自己都无法自己。分手的真实原因就是这个。程仔这才明白自己误会了明宇，
程仔妈打电话说爸生日晚上，让程仔带慧英回家共进晚餐。他俩关系早僵了，所以程仔借忙之名叫妈去接慧英。明宇一挂电话就带着辞职信闯进程仔办公室，说他得马上走人，剩下的活让泰丰接手。但程仔瞧不起明宇这么辞职，他认为工作私事该分开。程仔欣赏明宇工作认真能干，所以不让他走，撕了辞职信。明宇一时语塞。程仔妈妈带着慧英回家了，真雅却拦住了慧英，质问她居然还有脸来吃饭。可是慧英还没跟父母说跟程仔分了，只好应父母之请回家。表面上家里欢声笑语，实际上每人心里都有心事。吃完饭，父母催慧英程仔快婚，盼望着抱孙子。这时候真雅突然大声跟爹妈说，他俩已经分了，结个啥婚？爹妈顿时震惊了，接着把慧英拉一边私下聊聊，意外的先给慧英道个歉，说都是程仔做的不对，让他产生了分手的想法，还说慧英有啥心里话都可以和他们说，他们早就当她是自家女儿了，她可是难得一见的开明大亨。慧英没把事儿全讲清楚，妈妈却通过真雅和程仔的描述知道了慧英跟明宇互有好感。妈妈一听气得直摔倒，好在情形还算光明。慧英想去探望妈妈，却被真雅斥责赶走，叫她别再出现在她眼前。含着眼泪的慧英拿着行李不知去向，她爹妈没了，变成了个流浪汉。明宇得知慧英跑了，就到处找她，他又错过慧英一次。未婚妻和喜欢的男人在岛上过了一夜，其实什么都没发生，却被自己的小姑子兼死党夸大事实，坏了他的名声，把他逐出家门，不让他嫁入豪门家庭。双亲去世的慧英不知道该去哪，明宇察觉到她离家了，急着找慧英，偏偏天运戏弄，明宇驾车擦过慧英，拖着行李不知怎地又走回那开满山茶的地头，仿佛被心脏引领来这里。慧英到了明宇家，家中却空无一人，他只得失望离去。路上才碰见心脏捐出者父亲，他俩其实认识，原是慧英几天前就与大叔相识，之前在度假村遇到过慧英，那会儿大叔觉得她和女儿很像，连喜欢的花水玉都一样，泡茶也习惯撒几片花瓣，大叔倍感亲近，好几次都把慧英当成自家女儿。慧英也觉得大叔有种父爱的温暖，那时大叔还没意识到慧英其实承载着他女儿的心脏。如同故人的大叔带着慧英回家品茶，还是会下意识在泡茶里撒几片花瓣。慧英正想告诉他这是他女儿的心，但怕提起去世的女儿让大叔难过，便没说出口。慧英把感激他女儿心脏的话留在心里，先感谢款待。后来大叔带慧英看女儿房，慧英看到桌上的项链，一眼就爱上了，那正是与明宇命中注定相配的项链。大叔见她那么喜欢，就说送她了。慧英怎么能拿本是她女儿的项链？但大叔说女儿已经不用了，叫她拿去吧。慧英开心的只顾着项链，完全没注意到桌上他心上人明宇跟妻子的合影。慧英向大叔说了声再见就走了，明宇那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找慧英也找不到。他突然记起慧英提过很想看那儿的山茶花，于是赶紧开车过去。结果慧英刚离开，明宇紧接着到，俩人又一次擦肩而过。明宇白跑一趟，忽见公交一起，曾追火车的情形，他决定最后再试试火车站。在这儿终于找到了一直在找的慧英。明宇问慧英干嘛要自己一个人默默地跑出去，难道不懂他多担心吗？程仔和家里人也都很操心，但慧英觉得自己对大家都不好，觉得一切都是自己弄的祸，所以他想消失，远远地躲起来。他不敢再见程仔面。明宇看着这么冲动的慧英，完全变了个人似的。他问慧英能不能保证一辈子不见程仔一家，叫慧英别打算跑了，劝他还是回去吧，然后拿起慧英的东西准备走。这时候他的未婚夫程仔忽然就出现了，他们一个个吓得慌了神，误会这下洗不清了。妹妹真雅跟程仔说慧英肯定是跟明宇跑了。程仔原来不信慧英会那样，别人的话他可以不信，但亲眼看到的他得信。明宇想解释，但显然没用。程仔真的因为慧英的背叛而生气，狠狠地拉走了慧英。明宇再怎么担心也没办法，他没资格跟程仔争慧英。程仔回家路上真是怒火冲天，他搞不懂慧英究竟要他，心碎难过到何时为止。他已经好几次宽恕他跟明宇之间的情愫了，但慧英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让他受伤。程仔怎么也想不通慧英干的事，慧英却跟程仔说他脸上无光，不配跟他在一块儿，又重申了他俩还是散了吧。没想到程仔气得要命，对慧英被关在无人的别墅里。程岸也辞了工作，天天紧跟着慧英不离开，自己还靠喝酒麻醉。
慧英不断向程仔道歉，说他自己都没法原谅自己。程仔不懂慧英怎么就变心了，坚持让慧英选他更爱的是他还是明宇。慧英说他爱的人是明宇，不清楚是程仔真的那么爱慧英，还是在发泄长久以来的愤怒，做出毛骨悚然的事，把慧英摔倒在地。明宇从真雅那儿知道慧英被关起来，开车到别墅，正好看到慧英含泪跑出。明宇心疼极了，紧紧抱住慧英，说以后绝不让她受伤，也不会松开她的手，要一直在一起。于是慧英摘下了和程仔的订婚戒，这样一来正好借势，她就能光明正大选自己爱的人。慧英牵着明宇的手进了教堂，给天上的爸妈介绍这个让她心动的男人。她第一次爱上的明宇，在父母面前向慧英承诺，他会让她一生都幸福。明宇开车带慧英见妈，这次得正式告诉妈妈，慧英是他的女友。虽说是件让人开心的事，但慧英的脸上似乎是开心不起来的样子。妈妈也表情震惊，慧英已经有对象了，况且真雅对明宇有意思，他俩这决定真是不适当。但妈妈说再多，也敌不过明宇说他喜欢慧英，还说那是妻子去世后他第一次动心的人。明宇真的很需要妈妈的支持和祝福，或许这是明宇在寻求坚定的支持，但妈妈觉得他们的爱情之路肯定不会平坦，所以明宇才回来找妈妈支持。妈妈没拦着，只希望他们幸福，不用在意他怎么想。慧英喝茶时喜欢往里撒花瓣，妈妈望着眼前的慧英，终于懂了明宇为啥这么喜欢她，因为慧英身上有明宇故去妻子的影子。可能明宇只是喜欢那种感觉，不是真的喜欢慧英。夜里两个人躺在长椅上数星星，慧英想要明宇为她盖座别墅，带个玻璃顶，这样她能天天看流星，还能感觉雨点仿佛落在脸上。明宇愣愣地看着慧英，因为慧英的愿望和他故去的妻子说过的一样。明宇发呆地回忆起媳妇，慧英也能体会到明宇，看着他就想起了妻子。慧英接受了明宇的情感，到底慧英是单纯还是真的宽容？两人逐渐走向了幸福，但程仔未婚夫却日日醉酒度日，已经放弃了工作和日常生活。妹妹真雅鼓励哥哥坚强点。真雅看到一张纸条，上面是明宇和失去妻子同名的苏恩惠。真雅对哥哥那张纸条的来历好奇不已，同时程仔知道苏恩惠是明宇的妻子后震惊不已。那张纸条原来是大叔作为心脏捐献者父亲想见心脏移植者慧英时递给他的。大叔说自己跟明宇很熟，待他就像自己儿子一样。医生说心脏捐赠者其实不是男性，而是个20岁出头的姑娘。程仔稍微冷静后找到大叔，直接要求他必须对慧英和明宇守口如瓶，不能让他俩知道慧英得的是他女儿苏恩惠的心。慧英经常失踪，让姐姐担心不已，我就给姐打了个电话告案，跟她说我在明宇老家那边。这时程仔偏偏知道慧英在哪儿了，立马出现在明宇家。程仔当着两人的面明说还是忘不了慧英，还质问明宇是不是真的喜欢慧英，或者其实心里还是挂念着妻子苏恩惠。明宇口头上说自己对慧英是认真的，不过程仔肯定不会信他的话，所以明宇坚决地跟程仔说他不可能跟慧英分开。程仔以为掌控全在他手上，但世上没什么是绝对的。程仔跟慧英说明宇真正爱的人不是他，而是他妻子苏恩惠。可是慧英显然走不回头了。程仔转移话题，提到这周是慧英第2次过生日，全家人都在等着她回去。明宇始终不懂慧英为啥有第2次生日，原来是因为她心脏移植的那天。这重要的日子他居然不知道，真是挺对不住慧英的。没想到慧英心脏换那天还是他妻子的忌日呢。明宇打算慧英生日那天送戒指，知道日期后才豁然开朗，原来那天是妻子的忌日。悻悻地跟慧英说出实情，他那天没法去参加他的生日，因为要照顾老婆苏恩惠。慧英理解他不去了，还让明宇多跟苏恩惠聊聊自己。程仔带慧英回家过生日了，父母忙着催他俩快订个婚期，可是真雅突然冲出来，把慧英背叛哥哥跟明宇好上的事爆了出来。程仔气得给了他一巴掌，而慧英心里也是自责和后悔满满的，是他心动惹的祸，害得他们全家陷入这步田地。他满口的对不起，结果好不容易的聚会黯然收场。情绪低落找不着归宿的慧英捧着鲜花去悼念那位捐他心脏的人，没想到那人竟是明宇的老婆恩惠。两人在这里重逢，揭示所有的缘分。他其实是来感激他老婆捐心救命的，以为这段特殊的缘分会让他们更亲近。男人突然慌了神，躲闪现女友，不敢承认。慧英一直认为心脏捐献者是大叔儿子，大叔为了守护秘密，没多解释
也没纠正他的误会。其实慧英得到的是他女儿的心，所以慧英说要常来看他们。大叔拒绝了，劝他不用再来。慧英意识到自己可能伤了他们，然后坐车离开了这个又新又旧的地方。慧英一遍遍给明宇打电话，想说说今天的经历，但电话怎么也打不通。家里饭菜摆了一桌，明宇却迟迟不见踪影。明宇当时还心有余悸，不知道慧英的心是妻子恩惠的。他拿起电话问岳父，才知道真相竟是这样。明宇泪眼模糊，每次想起遇到慧英的情景，跟恩惠的神态动作太相像了，连愿望都惊人的吻合。一时间感觉恩惠似乎还在，然而面前的却是个完全不同的人。他始终难以接受这个事实。与此同时，慧英通宵守候，期盼他归来。突然铃声响起，以为是明宇，欣喜开门，却迎来的是承载妈妈。他不懂慧英为何背弃他们一家，也搞不懂明宇有啥魅力让慧英这么迷。他还希望慧英能抛弃明宇，回到豪门，但慧英现在只能说对不起，他已是回不了头。这真是让承载妈心都碎了。于是宣布从此以后慧英不再是他们家的女儿和媳妇，也别想再见面，气呼呼地走了。一出门正巧碰见明宇，明宇不料正好撞上了枪口。他责怪明宇做人不地道，明知道慧英是他心目中的儿媳，还去动摇慧英的决心，做这种违背良心的事，他要看他们怎么遭报应。说罢怒气冲冲地走了。当承载得知妈妈找过慧英，他首次和妈妈意见相左。他自认能搞定和慧英的事，并坚信他会娶到慧英，别让妈妈管他俩的事。承载去找慧英，想为妈妈的失礼道歉，谁知明宇竟在慧英家里。突然间，明宇开始挑衅，说明宇明明知道昨天是慧英的2次生日，他却去给逝去的妻子扫墓，怎么活人慧英不如故去的初恋？这时慧英说她昨天去看了捐款人。承载吓得不敢多说了，怕慧英发现了什么端倪，便约明宇单独见面。俩人都清楚慧英那颗其实是恩惠的心。承载问明宇究竟是爱慧英，还是因为他的心脏是恩惠的。明宇明显吞吞吐吐，左右为难。看来他的爱始终是妻子恩惠。不过明宇口头上承诺要照顾慧英，这番话听起来实在空洞，弱不禁风。然而明宇还是回到了家里，整理所有与恩惠有关的东西，一起烧成灰烬。他要让大家知道他心爱的是慧英。承载绞尽脑汁要拆散明宇和慧英，所以第二天一大早就把慧英换上了恩惠的心告诉了明宇妈妈，也说出了明宇真正爱的人是恩惠，不是慧英，并且真诚地求明宇妈妈伸出援手。同时慧英也在求明宇带上她去那儿看他俩初次见面的地点。他真想弄清他们以前的事儿。知道了慧英的心原是恩惠的，明宇借买水的理由溜了。慧英不自觉来到一个拱门，是心引导还是命运使然？这儿就是明宇恩惠爱的发源地。他们曾誓言永不离弃，结果却是惨痛的。像梦一样，明宇重新出现在慧英面前，在慧英的身上能看出恩惠的影子。走回家的路上，慧英一直提恩惠，如果还在的话，他们肯定能成为挚友，他可能也会挺喜欢慧英的。这时候明宇忽然怒了，说恩惠已经去世，还说他跟慧英毫无关系。谁知慧英能活是多亏了恩惠的心。慧英也不是故意的，一直向明宇道歉。明宇控制不住情绪，狂奔去。回家后，妈妈跟明宇谈起这事儿，他只是爱着恩情的道义，这爱不止让慧英失望，还伤害了她。妈妈一说，明宇又犹豫了。姐姐电话来说找不到慧英，明宇猜慧英可能还在那拱门。真的，慧英还在那里。明宇不懂他为啥这么做。慧英因白天的事向明宇说对不起，还说以后不会再做明宇讨厌的事了，总是做明宇爱的事。一下子明宇就软了心，这么贴心的慧英，他怎能不心动？就这样抱住慧英说要订婚了。妈妈坚决反对这不合心意的婚姻，坚决反对明宇跟慧英的关系。看慧英却在想妻子的好，妈妈无法忍受，打电话全告诉了承载。承载急匆匆的去阻止他们订婚。真雅一边喜欢着明宇，一边买了雾水。发生了啥？很快他就觉得不对劲，回想起承载和明宇妈妈的那一幕，直到他在承载办公室的文件里看到慧英心脏移植资料，捐赠者栏明明白白是明宇妻子。真雅立刻目瞪口呆，便小花招引诱慧英姐姐，套出订婚地点。慧英在教堂白等了明宇很久，真雅不请自到，非常烦人。她摆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自以为手里握着把柄，能让明宇在慧英面前名声扫地。她故意卖关子，等明宇一来就爆出重磅消息，但承载哪会给她这个机会？他提前在明宇家拦住了她，威胁明宇得取消和慧英的订婚。承载其实还是想挽回慧英和自己结婚，
但明宇偏要跟慧英订婚，像是磨迷了心窍。没想到程仔一针见血地告诉明宇，他真正爱的人不是慧英，而是心里放不下的前妻。程仔不愿让慧英经历悲剧和厄运，如果慧英发现自己新心脏的主人是恩惠，他可能无法承受，性命堪忧。因此程仔严厉警告，如果明宇坚持和慧英订婚，他就会把这个秘密告诉慧英。明宇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说会悄无声息地帮慧英分担，嘱咐程仔千万别泄露秘密。程仔驾车顺利离开，而真雅等了半天也没见到明宇，打算揭露慧英心脏其实是恩惠心脏的秘密。就在那时，程仔冒出来阻止了真雅，并通知慧英订婚典礼取消了。慧英不懂为何明宇没出现，程仔装作不知道，说明宇会亲自解释。程仔威逼明宇不得不取消仪式，慧英差点疯了似的找明宇，拼命敲打着明宇家的门。然而明宇却独自坐在荒凉的公园，凝视着订婚戒指，心中满是失落和无奈。他不愿因固执伤害慧英，却不知悄然离去才是真正让他心碎的。慧英从白天等到夜晚也不见明宇的踪影，差点绝望的明宇正要靠近跟慧英打招呼，谁知程仔突然出现带他走了。明宇只能遥遥看着慧英离开，他一直在找给美心脏移植的理由。泰丰在旁边因为他没去订婚礼，开始唠唠叨叨责怪他，可是又有谁能理解他的不甘心呢？他不能和慧英在一起，心里永远记得的却是恩惠，太残忍对慧英了。明宇怎么也说服不了慧英，怎么跟恩惠行为那么像？于是他去找了心胸科医生，听医生说心脏移植可能会让人随着捐献者性格改变，原本讨厌的东西现在爱不释手，以前害羞现在变得开朗，这不跟慧英的情形如出一辙吗？明宇只能去找慧英谈谈。慧英没有因为明宇没来订婚礼大发雷霆，甚至没责骂几句，反倒是关心他有没有出什么状况。这么好的慧英真是一点心机都没有，他越来越不忍心伤害慧英。明宇心里斗争不已，挣扎不停，他极其痛苦地说出了他们不能再见面的话。慧英不懂他们是否就这样结束了，可他们的结局似乎只能如此。慧英心里受到空前的伤害，于是生病了，一直躺在床上。姐姐打电话叫程仔不找明宇，但慧英还是冒险在明宇楼下等他。慧英不懂明宇怎么会变得这么冷漠无情，明宇也不能吐露慧恩心脏移植的秘密，因此他又一次拒绝了慧英。慧英也不想纠缠不休地缠着明宇，但慧英真是无计可施，心里那颗想见明宇的心儿太急迫了。转眼间慧英泪眼婆娑就要走开，却被明宇紧紧抓住，让他上了车。他带慧英去了他跟妻子恩惠曾经山盟海誓的地头。忽然明宇瞧见慧英脖子上挂的项链，居然是他妻子项链的另一半，他当场气愤变脸。慧英在后面跑着追，哀求明宇别丢下他，而且慧英明确说他愿意给明宇尽够时间去忘记恩惠，不管要多久他都愿意等他。如果他仍然忘不了妻子，无法愈合心伤，慧英是否还会继续爱他呢？明宇满含深情地问，无论将来会怎样，慧英有没有信心和他继续相爱？对此慧英毫不犹豫，坚定地回答明宇当然。现女友不知心脏原是别的男人妻子的，男的居然试探地问女友，如果遇上原心脏主人的伴侣，同时又喜欢上他会如何？显然这让女友很是难受，事情迟早会露馅。回到家后，真雅告诉慧英，她的心脏来自一位女性。慧英摸着项链，好像意识到自己心脏属于明宇的妻子，于是赶忙去问程仔他的心脏是不是20来岁女孩的。程仔直接承认了，大伙儿都清楚他的心脏来自明宇妻子，大家都不懂为啥那个大叔要他的心脏，谎称是为了儿子才骗他的。他决定找大叔问个清楚，就起身离开。可是刚走不久就碰见了程仔，他透露慧英和明宇正在谈恋爱，不过明宇真正爱的只是他妻子恩惠的心脏，慧英始终处于恩惠的阴影下，所以程仔恳求大叔不要透露，告知慧英他儿子装代表着私惠的内心。世上最痛的莫过于让健在的人守口如瓶。大叔亲自来找慧英，慧英终于知道了答案，心脏是大叔女儿的，但大叔没透露女儿名字。慧英很感激大叔送她女儿的项链，大叔说那是对情侣项链。慧英好奇得很，也挺惊讶，想弄清女儿心上人啥模样，可大叔并没回答她。慧英感觉问得不妥，就打住了自己的好奇，哪知道女儿钟情的人竟是自己也喜欢的明宇，而明宇那边始终无法摆脱真雅缠人的追求，不要脸的复制了明宇家钥匙，想给自己找点甜头做顿饭，把自己跟明宇妈拉近。但明宇非常肯定地说，他始终只爱慧英。真雅对明宇痴迷到失控，
他梦想着明宇只钟情他，再度紧迫追求明宇，准备把心脏的秘密告诉慧英。这时明宇狠狠地告诉他，如果真雅敢欺负慧英，他绝对不会饶了他。气冲冲地离开家，明宇刚走，他妈就跟来了。真雅装可怜，假慈悲，担忧慧英跟明宇在一起不合适，对他妈表现出善良和贤惠，以博得好感。没想到明宇妈真被他骗了，下秒就去找慧英谈谈。妈妈跟大叔在这儿相遇，他俩不好意思在慧英面前直呼互为亲家，只得装作是远亲。慧英站起来整理花束时，大叔赶忙制止明宇妈，不让她把心脏的事透露给慧英。大叔实在不忍心看慧英受伤，对她太残忍了。三个人刚走到门口，就碰上了敏宇。他也想阻止妈妈伤害慧英，但妈妈坚持要和慧英单独谈谈。妈妈虽未透露心里的秘密，却直言希望慧英跟明宇断了。可慧英已深爱明宇，不愿分手。妈妈费尽口舌劝她死心，说明宇心里惦记的是恩惠。慧英真不觉得委屈吗？只要明宇没忘恩惠，妈妈请求慧英释怀明宇，这样明宇就少受些罪，却没在意慧英的感受会不会受伤。晚上慧英回家路上胸闷得厉害，果然慧英病倒躺床上，泪眼汪汪跟姐姐讲她不能离开明宇，因为没明宇她活不了。明宇妈妈却死命反对俩人一起，反推她去跟好心的真雅在一起。显然妈妈对真雅彻底接受了，但明宇偏做不到，更不会爱上真雅。慧英翻来覆去睡不着，于是跑去明宇家，想找点心理的慰藉。可是当她逛明宇书房的时候，抽屉里又瞥见了明宇的那串项链。她随即拿出自己从大叔那儿得到的那对情侣链。慧英让他们靠近，互相吸引起来，一下子慌了神。慧英仿佛明白了所有事情，急急忙忙地离开了明宇家。这会儿的明宇还没意识到慧英发现了心脏的秘密。慧英一路上走着，脑海里全是明宇的影子，项链对她特别重要。慧英还帮忙找过，叔叔说是女儿和男朋友的对链，明明真相就在面前，慧英仍不愿承认。第二天她又拿着项链想还给叔叔，家里没人，她无意中推开了恩惠的门，桌上明宇跟恩惠的亲密照显眼。慧英这才明白自己只是替代品，这秘密大家都懂，她却最后一个晓得。慧英简直不敢信这把戏般的人生，她抚胸，难道说恩惠仅仅想借她身体找明宇？慧英痛哭失声，百思不得其解，命怎么这么多坑？她在恩惠墓前追问这是怎么了，以为换星星能快乐的过，谁知就是恩惠暂住的壳。慧英霎时像个行尸走肉，彻底懵了，直面大叔却视而不见，直到大叔喊她，她才恍然大悟。知道了真相的慧英这才明白，她初次遇见大叔时为何会觉得那么亲近，原来只是她心脏的前主人在认亲。明宇大概也因此才毫不犹豫地喜欢上了她。慧英在回程的车里，脑海不停播放着明宇昨天的种种。明宇早已知晓他的心脏来自恩惠，所以才叫程仔跟他说不能来订婚典礼。明宇一开头就决定选恩惠而不选他，想不到他还天真的盼着跟明宇变好，真是又好笑又讽刺。可程仔最后明白瞒不过慧英心脏问题的事，让明宇亲自跟慧英说分手，免得慧英受伤。哪知慧英早就明白了整件事的前因后果。明宇突然说他得把实情告诉慧英，还得保护慧英不受伤害。跟慧英相处时努力不去想起恩惠，晚上去找慧英却碰见了她姐姐。姐姐讲从女人角度看，如果爱的人心里挂的不是她，反而因为她想到别的女人，那简直太可怕了。听罢明宇顿时无语。第二天真雅跟程仔说她打算带明宇出国种头来过，她不想在这儿让明宇再看到慧英还念着恩惠呢。恰巧慧英全都听到了，慢慢走开，独自沉思，想起大家都劝她别跟明宇继续，看来慧英做了决断，又一次进了程仔的办公室。慧英直言不讳地说出了心脏秘密的事，她告诉程仔明宇也知道这秘密，所以他才没出席他的订婚典礼。明宇心里真爱的或许一直都是他的妻子恩惠，而不是慧英。程仔面对慧英的倾诉一时语塞。慧英回家路上偶遇明宇，两人好像已经很久不见，他们都心知肚明那颗心脏背后的故事，可都没点破这层窗户纸。慧英说她能忍受明宇心里还有恩惠，但明宇心里挺矛盾，不知怎么开口。明宇刚想开口，慧英就打断了他。没料到明宇突然开口说，如果先认识慧英，他会全心全意爱她。这句话暗示明宇真正爱的是恩惠。明宇明白这样慧英会受伤，因此保证以后要对慧英加倍爱护。然而下一刻他又摸起了和恩惠的情侣链，想对恩惠说已经可以放手了，打算把所有爱都给慧英。恰巧这一幕被慧英撞上，
他误认为明宇还念着恩惠，默默站在他背后不出声。明宇回头看到慧英，立刻手忙脚乱掉了项链。慧英急忙弯腰捡项链，嘴里说恩惠肯定会生气。明宇瞬间不知如何是好，不懂慧英怎么会找上门来。慧英说特别想见见他。饭桌上，慧英问明宇欣赏他什么，明宇说喜欢他善良、明朗还有温暖，他从不撒谎，一撒谎脸就红。明宇以为他描述的都是慧英的特质，但只有慧英知道，那些和他一点都不沾边，全是恩惠的特点。明宇正欲述说和慧英的美梦，却被慧英打岔，约定改在那度假村的求婚小屋继续讲。真雅给明宇一份出国方案，意味着要重启彼此的了解。明宇拿着方案恍然大悟，怎么没想跟慧英一起走，到新地方重来一次。本想和明宇一块出国的真雅，却不料明宇脑海里满是慧英，激动失态的真雅挡住慧英的路。他发誓永远不会把明宇让给慧英，绝不会轻易退让。没想到慧英竟然让真雅恨个够，至少真雅有个出气筒。可是慧英没法嫉妒，明宇心中深深的感激，这让真雅一时说不出话，甚至开始有点同情他。第二天，两人一起去了求婚的屋子。明宇特地为了慧英弄了他爱的曲子和水玉花，以为慧英会哭得稀里哗啦，结果感动的只有明宇自己。这一切其实不是慧英真喜欢的，而是他前任的爱好。明宇心里放不下前任，慧英懂得明宇心里有别人，于是主动和明宇说了再见，却不知明宇现在爱的是他。慧英走后，明宇觉得可能是自己搞砸了，才会闹到现在这步田地。程仔真的不忍心见慧英装作波澜不惊，但其实心里痛得要命。程仔原本以为慧英早把心病告诉了明宇，岂料慧英怕明宇因此而更离不开他，不料慧英让程仔也要为他保守秘密，不能让明宇知道。这种做法真是有点小孩子气。本来能弄清楚这段奇缘，偏偏明宇怎么想也不懂，为啥慧英会离他而去。明宇不甘心，赶紧跑去，想在慧英楼下等他。电话里是姐姐接的，说慧英已经睡了。姐姐也不懂为啥慧英不肯见可怜的明宇。慧英心里的挣扎是，明宇喜欢的只是他的心跳，而非他的整个人，但还是会为了他让明宇死心塌地下楼去见他。因为明宇真的喜欢他，所以他没法和他说分手。慧英含泪说出，明宇爱的并不是真正的他。以前没换心之前的他并不爱芋头花，也不会把花瓣放进茶里。他小的时候经常生气，也不是个爱笑、开朗且暖心的人。一切都随着心脏原主人的喜怒哀乐变，他替代不了明宇妻子的位置。慧英哭得一塌糊涂，他接受不了明宇，不懂他就说爱他，所以让明宇忘了他放手吧。话说得那么直白，明宇没理由再缠着慧英，他只好失落地走了。慧英突然胸口剧痛，紧急送医，意识迷糊中，他口中紧呼明宇名，却是程仔无力手册。程仔深爱着他，不离不弃地守在病床前。醒来，慧英深情地望着程仔，他心里似乎很愧疚他的真情。医生警告程仔慧英别再受刺激，再次休克可能性命不保，所以他驾车回到那片求婚的海边。程仔又向慧英表达了想娶她的心意，即便慧英还记挂着明宇，还怕明宇会受伤，但程仔相信娶了慧英能让他渐渐释怀明宇。面对程仔的真心，慧英不知该怎么答复。回家后，明宇又打电话给姐姐，说想见慧英，但慧英已决心不再和他牵扯任何，不想他再对他念念不忘，就叫姐姐劝他离开。两人一见面，姐姐便感觉到明宇挺难受，但他们已分手，姐姐也帮不上忙，她只愿慧英别再那么难过了。提起慧英想住的带玻璃天窗的房间，看星星，觉得下雨时她也许会舒心些。明宇把这些话都听在心里。回家路上，他沉浸在回忆里，慧英曾跟他提过这个心愿，明宇心中又燃起了热血，想要亲手为慧英打造一个带天窗的玻璃模型屋。他日夜加班，连轴转的努力，只为重燃慧英那颗冷却的心。泰丰实在搞不懂他为啥这么执着，不管别人怎么想，他起身去拿材料。就在这时，真雅恰好来找明宇，从泰丰那儿知道了这是明宇为慧英特制的小屋。真雅听后好像在思索，转眼就到慧英家，自言自语地说他特别不喜欢让明宇难过的所有事。慧英得知了心脏秘密后，不明说分手，却让明宇思念慧英到魂不守舍，时刻挂念着慧英。如此一来，明宇是不可能放弃慧英的。这时慧英不明白他要怎么做才合真雅的意，没想到真雅居然要慧英嫁给他哥，这样明宇才能对他死心塌地。不可否认，真雅真是自作多情，还自信满满以为明宇会倒追他，结果他如愿以偿得意的走了。爱情常让人心乱如麻，
明宇还是忍不住给慧英打电话约见面。慧英说没必要再见了，明宇却说这是最后一次。见面第一句，慧英叫他别再烦他，不管多远，赶紧让他离开。丢下这话，头也不回冷冷去了。慧英心里其实很难过，她知道他真的很爱明宇，可他们偏偏不能在一起。度假村的开幕式已经准备好了，程仔问慧英意见，要不要叫明宇。程仔打算晚宴上定他们婚期，显然慧英已经不在乎，听程仔的。程仔他爸对慧英特别满意，把痛苦抛在脑后，重新回家。即便程仔妈妈之前对慧英很生气，但他似乎宽恕了自家女儿，不追究她任性的行为。宴会上，程仔宣布了和慧英的婚期。明宇听后一瞬间心乱如麻，失魂落魄，浑然不知所措。他们最终在自己打造的暖心小屋里画上了爱情的句点。尽管明宇心里始终不懂为啥慧英不爱他，特想找个彻底死心的理由，可慧英不想明宇再对他抱有希望，只说自己爱的人是程仔。看着俩人手拉手走掉的背影，明宇的心慢慢像被割着，仿佛能看他心上的鲜血淌下。次日，明宇突然接到岳母的来电，通知他那接了恩惠心脏的姑娘要把那半截链子还给他。明宇才发现慧英是懂得心脏秘密后才跟他结束。他拼了命地冲向慧英，可他始终想不通慧英为何要这么做。或许只有慧英心里清楚，只有感受到恩惠的温度时才会喜欢他，他怎么就非得做恩惠的影子不可。殊不知现在明宇真心爱的人是他，不再是恩惠了。慧英带着泪光辩驳说，她钟情的其实不是她自己，喜欢泡芋头香的茶，总爱杯里加花瓣，那些在她身上让明宇感受到的全是恩惠让人喜爱的地方，她只是爱上了那些感觉。慧英质疑明宇，他到底是不是真爱自己？明宇说不出为何爱慧英，但确信他不是替代恩惠的人。要清晰的爱的证据，明宇也拿不出，但他就是被慧英深深吸引，他只是顺着内心的指引去爱。然而慧英却说他的心只为恩惠跳动，而非他的全部，这让慧英感到太残忍了。但在明宇看来绝不是这么回事。慧英催他赶紧走，如果还爱着恩惠，明宇不光会丢掉这位朋友，还可能搅乱他和程仔的婚事。说完，慧英迅速走了。明宇心里的难过谁都懂不了，爱情若能讲得明白，就不会这么痛。明宇晚上还想挽回慧英，却见她跟程仔紧拥着。明宇不想做破坏感情的坏角色，默默地选择了离开。他实在太爱慧英了，不爱她怎会心如刀割？但慧英已经要穿婚纱了，就快成为美丽的新娘了。明宇已经订了单人出国深造的机票，可能他俩今后没机会，也没必要再联系了。泰丰收到慧英和程仔婚礼的请帖，明宇很好奇他盯着啥这么入神，一看竟然是他最不愿意看的邀请函，而且婚礼日子跟他出国那天撞车了。他就假装镇静，叫泰丰去祝福慧英，自己却不能去参加婚礼。这时候谁也不知道明宇心有多疼。而真雅与程仔聊天的时候，他显得特别慌张。哥哥贤仔不久后就要娶慧英，但他心里一直觉得明宇和慧英的再次相遇是个可能。真雅觉得他俩之间一定有天注定的巧合，毕竟慧英在不了解情况下接受了恩惠的心脏，还有他们意外在山上遇见，以及最后成了工作搭档，这一切似乎都是命中注定。但程仔对真雅的那套说法并不买账。下秒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慧英拿着鲜花站在恩惠坟前，把结婚的好消息告诉了他，然后回到家想找大叔，却一个人也没有，家里只有家电在运转，大叔不知去向。原来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他把喜讯告诉了大叔，告诉他以后他就不会再来了。慧英走的时候心突然咚咚跳，一抬眼就看见明宇正低头朝他走来，他急忙避开，躲到一棵大树后面。这种奇妙的心跳感，是不是恩惠传给他的，还是他自己心底的感应？搞不清楚这些缘分的事，明宇也感觉到慧英在附近，回头想找她的身影，却发现她不见了。明宇在门口瞅见慧英留的便条后，另外老先生也说慧英刚走，催他去找慧英。明宇本觉得没啥好谈的，不用再见一面，但老丈人说可能这是他俩最后一次见，也知道明宇挺想见慧英，就催他赶紧的。明宇这才决定去追慧英，但他犹豫间慧英早走了。明宇死命地追赶慧英，但怎么都追不上，他已经上了大巴，只能透过车窗远远地看着明宇。他们真的无法再见一面了吗？慧英在车里已经哭成一片。明宇跟妈妈坦白了要出国深造的打算，未来不能经常陪伴在他身边，等定居了就把他接到国外。妈妈听了非常遗憾，他和慧英闹成这样，都怪他多管闲事。明宇还劝妈妈，这结果其实挺好的，慧英嫁给程仔，他说自己一点也不难受。妈妈哭成泪人，
还劝他再想想再出国。母子俩相拥大哭一场。慧英的婚礼照常举办，她穿上婚纱当了最美的新娘。可新郎不是明宇，而明宇此刻已经在去机场的车上了。明宇突然很平静地对泰丰说，想最后看一眼慧英，保证只远观她，这能让她放心走。泰丰无奈带她到酒店下。明宇看到慧英身着婚纱，那幸福回眸的笑容他会永远珍藏。这时慧英的花束落地，直觉告诉他明宇就在这里。慧英紧张地找寻明宇的身影，明宇怕她不愿见他，旋即驾车离开，但他没发觉慧英在后头拼命追赶。慧英因此心脏吃不消，又一次休克倒在街上。明宇惊慌极了，火速把慧英送医，情景犹如1年前恩惠遭遇车祸被紧急送医一般。慧英这时突发心脏病，未婚夫程仔急匆匆地撞见明宇，以为只是偶遇一次，哪料到慧英的新心脏竟来自明宇的妻子。看似他们的相遇早就命中注定，他们注定要历经世事磨难，仿佛跟这对苦命恋人开了个玩笑似的。程仔今天原本要跟慧英结婚，却莫名其妙的一把抓住明宇的衣领，冲着明宇发火，质问他为何给慧英带来祸害。程仔气急败坏，非要明宇给个解释不可。幸亏姐姐证实不是明宇惹的祸，而是慧英看到他后在追逐中晕倒。但如果明宇没出现，这悲剧也就不会发生。明宇心里愧疚，一直跟程仔道歉。这时医生来了，把程仔单独叫到一边，告诉他家人要做好最坏准备。程仔一下子承受不了这打击，气急败坏的程仔出来怒斥明宇，叫他从此消失，别再害慧英。这时兄弟泰丰站出来力挺明宇，大声说明宇为了程仔和慧英的幸福，瞒着大家悄悄决定自己去国外，他只想最后看慧英一眼，有错吗？这一口气泰丰帮他出的真痛快。明宇不单只拦着泰丰别再说下去，还低头向程仔道歉，恳求程仔允许他留在这里，求程仔让他留到慧英醒来为止，等他清醒了，他自会悄悄离开。大伙儿连轴转的守着慧英，不睡也不吃，希望他快点醒来。老天爷还不算瞎，不久慧英慢慢醒了过来。慧英还没完全醒时，一直喊着明宇的名，不离不弃守护病床的程仔心里挺难受，所以他马上赶明宇出医院。这是他俩之前的约定，别再搅他们心神不宁了。可明宇还想再见慧英一次，明宇那急切的心情也挺可理解，但是程仔必须切断他们的联系，所以毫不留情地赶走了明宇。无奈中，明宇叮嘱程仔照顾慧英，然后灰心失落地离开了医院。即便程仔阻止明宇见慧英，但挡不住慧英内心的爱意。程仔明显束手无策，非常不甘。好消息是，慧英终于慢慢醒来，睁眼了。程仔激动万分，终于松了一口气。但意外不断，消息传来慧英病情加重，医生表示需要再进行一次心脏移植。虽然程仔同意医生的建议再做手术，但是没有100%的保障能救活，并且手术后恢复期比第一次还要痛苦万倍。程仔一下子摸不着头脑，医生让他好好想想，如果慧英再次休克就没机会了。阳光洒在慧英脸上，她宛若获得新生。尽管这样，但听程仔说他要再开刀，慧英显得超级沮丧，坚决说不会再做手术了。她不忍再一次忍受在病床上挣扎求生的痛苦，感觉自己活不了多久了。慧英默默地坐在屋顶偷偷哭泣，她和心爱的人的故事还没画上句号。程仔看着照片回忆起他和慧英走过的点点滴滴，好像他们更像是有情感的家人。其实是明宇和慧英才真正相爱。程仔做了个受人称赞的决定，他请明宇帮忙去说服慧英，好让他同意再次做心脏移植。第二天，程仔带慧英去了求婚小屋，自己找借口离开，留慧英独自一人。但这其实是程仔和明宇事先商量的计策。两人会面并未让慧英惊讶，相反，他们聊得很开心，回忆在山上的有趣经历。趁机，明宇再次真情流露，告白爱慧英。毕竟不是老婆的心，至今也不在乎谁是他真爱。如果恩惠的心不跳了，慧英也会跟着走。他俩好像早就连为一体。明宇含泪把慧英抱紧，紧跟着明宇央求他去动手术，但慧英似乎没理由再活，还怕手术完一生都得躺病床变植物人。那时明宇承诺要永远陪着他，明明得明宇的真心应该高兴，慧英还是不肯接受手术。她希望最美的样子能一直留在明宇心里。泪眼婆娑的明宇急切地说，他绝不会轻易放弃慧英治疗。出乎意料，慧英最终点头同意，但条件是明宇得离开他。结果他们终究没能走到一起。明宇登上了去国外的航班，而慧英则进了手术室。不过不幸的是，程仔通过邮件告诉明宇慧英去世的消息。时间如梭，转眼3年，今天是真雅的结婚日。
婚礼上的新郎并非他苦追的明宇，而是别的男人。程仔跟慧英最终也没成婚，他们在机场为真雅送行去度蜜月。明宇也来到了机场，但他俩还是错过了，没有遇上。明宇学有所成，能自己带项目了。他似乎看见一个人影，很像慧英，但很快他摇头，觉得不可能，因为慧英已经去世3年了。其实那个人正是他挂念的慧英。程仔知道项目负责人是明宇，两人很投缘，没啰嗦什么。程仔听明宇说起，他始终记挂着慧英，于是晚上告诉慧英明宇回来了，希望他能去见见他。但是慧英却突然感到害怕，现在他没有恩惠的心脏了，如果见面后对明宇毫无感觉怎么办？慧英想把爱和心动留给一见倾心的人。第二天，大雨滂沱而下，在人海中看不清彼此，但缘分就是这么神奇，相爱的人一靠近心就扑扑跳。明宇转过身，看到慧英举着他爱的黄色玫瑰，以为慧英换心后不会心动，谁知遇见明宇，心跳更猛。这便是爱啊！愿世间情人都能永结同心。至此全片结束。